大家好，我是沃尔测评。视频开始之前，想问大家一下，你有没有考虑过，在这个大屏盛行的时代，选择一款小屏手机，让你犹豫的点又在哪里呢？最近我已经将 vivo 的 X200 Pro Mini 和一加 13T 分别作为主力机使用一段时间了。作为2025年的小屏手机哪部手机才是我心中的最好选择？哪部更值得推荐呢？我将会结合自己的实际感受来和大家聊一聊。先展示一下两部手机的三维尺寸，可以看到几乎一致一加 13T 呢宽度要更窄一点，重量上 vivo X200 Pro Mini 则为187克，而一加 13T 呢则为185克。两部手机呢都属于较轻的机型，但是一加 13T 是50:50的天平配重，实际握持手感呢要比 vivo X200 Pro Mini 要更好一点。屏幕方面，一加 13T 是6.32英寸的 1.5K 1到120赫兹的 LTPO 直屏，而 vivo X200 Pro Mini 则为6.31英寸。黑边控制上，两家做的都很好，下黑边呢会略微粗一点，实现了视觉上的4边等宽。屏幕色彩显示方面两部手机我均选择了标准屏幕色彩，一加 13T 是偏冷偏通透，我个人呢是比较喜欢，而 vivo 则是偏黄偏暖。可是角度方面两部手机表现是差不多的。亮度方面呢，手动最高亮度一加 13T 会给人肉眼的观感要更亮一些。另外，为了测试室外环境我特意在35度的阳光下进行测试，没想到 vivo X200 Pro Mini 3分钟都没坚持到就主动降亮度了，而一加 13T 的最高亮度保持的时间要更长一些，结合到日常使用也是如此。个人推测呢，这和散热堆叠以及调度策略呢都有关系。中框呢采用的都是亚光面的金属漆面，一加 13T 的左侧多了可以自定义的魔方键。两部手机呢都是双扬的设计音质上怎么说呢 ，vivo 在中高频尤其是高频的表现确实会更突出一些，但是低音呢就比较弱了。而一加 13T 呢则是一个更强的音场，三屏表现呢是较为均衡的，大家可以听一下实际效果。我个人觉得双扬方面一加 13T 表现的要更加优秀，并且最大音量呢也很不错。而 vivo X200 Pro Mini 呢，由于突出高频最大音量的时候会有略微的刺耳感。总体看来 vivo X200 Pro Mini 定位是 Pro 那么双扬的效果呢，在我来看就是比较一般了。来到后背板可以看到 vivo X200 Pro Mini 呢更加强调影像，在定位小屏的手机中能有这么大的摄像头模组，说实话确实有点大，得忍一下。厚度呢也表现得较为突出，横屏握持游戏的时候会有一点的卡手感。而一加 13T 呢本身就是定位游戏属性的机器，所以摄像头做的是比较薄的，设计在左上方。至于这个设计致敬谁呢，大家可以直接打在公屏上其他方面两部手机都是短焦指纹识别 ，USB 都为 2.0。说实话 vivo X200 Pro Mini 怎么说也是 Pro 这两点呢确实就不够 Pro 了。尤其是作为影像旗舰2.0的传输速率确实有点让人难以接受。好在防水上呢是支持 IP68 和69级别，可以简单的水下摄影。vivo X200 Pro Mini 采用的是天玑9400，而一加 13T 则是骁龙8至尊版。两款芯片的性能我相信大家已经很熟悉了。骁龙8至尊版的极限性能呢还是要略胜一筹，不过 vivo 的天玑调教也是一直很在线的。电量上，一加 13T 在这么小的机身中塞入了6260毫安的单电性电池，而 vivo X200 Pro Mini 则是5700毫安的单电性电池。测试环境温度为26度。先看一下王者荣耀的表现，对于两部手机来说基本上没有什么压力极高高清的配置下稳如直线。一加 13T 的平均帧率是120.6帧，而 vivo X200 Pro Mini 则是121.2帧。但是功耗上，一加 13T 仅有2.72瓦，而 vivo X200 Pro Mini 则是3.32瓦。不仅如此温度表现上，一加 13T 的最高温度为39度，而 vivo X200 Pro Mini 就比较烫了，最高温度42度。来到原神测试环节，极高60配置的情况下，一加 13T 原神须弥城跑图半小时功耗为4.14瓦，只消耗了11%的电。前面板最高温度是42度，后面板最高温度是40.7度，而 vivo X200 Pro Mini
功耗为5.12瓦，平均帧率54.6帧。从帧率图上可以看到，并没有稳住60帧，10分钟过后就已经开始降频了，电量消耗为12%。前面板最高温度43.7度，后面板最高温度42.1度。要知道，一加 13T 还是支持峰值游戏内核的，加上对原神的优化呢，可以实现原生级别的120帧加上 1.5K 画质，平均帧率119.7帧功耗也只有5.86瓦，甚至电量消耗只有16%。个人觉得，作为小屏手机，在散热堆叠有限的情况下，一加 13T 的原神表现已经相当可以了。最后测试一下崩坏星穹铁道黄金的时刻，毕竟骁龙8至尊版的性能要更强嘛，所以呢，本轮呢我都采用了高配置60的模式。半小时下来一加 13T 平均帧率58.9帧，帧率表现还是比较稳定的，功耗6.25瓦，前面板最高温度44.3度，后面板最高温度43.4度。而 vivo X200 Pro Mini 则为46.5的平均帧率从帧率图可以看出，由于发热呢产生了降频，降频后呢又会有所回升，大多数情况下是在50帧以下的帧率，降频下的功耗自然也不高，只有4.58瓦，但是温度呢却不低前面板最高温度44.2度，后面板最高温度42.1度。就游戏总体的表现而言一加 13T 确实在小屏机当中算是比较优秀的了，也支持旁路供电而 vivo X200 Pro Mini可能是因为散热堆叠和调度问题总体调度呢是比较保守的。就打游戏而言vivo X200 Pro Mini 的表现呢是低于预期的，毕竟王者荣耀都是比较热的。日常使用而言我没有特意去做记录结合实际感受来看，两款手机呢我使用一天问题都不大。但是一加 13T 晚上仍有结余电量，看看视频打打游戏还可以坚持到睡觉前。续航相比于 vivo X200 Pro Mini 呢还是要更强的。回血方面一加 13T 支持80瓦的有线充电，而 vivo X200 Pro Mini 是支持90瓦的有线和30瓦的无线。来到影像环节具体摄像参数我就直接展示出来。可以看到 vivo X200 Pro Mini 的影像参数确实要更好已经在小机身中能塞的都塞进去了。vivo X200 Pro Mini 我选择的是蔡司自然色彩模式，主摄呢白天的表现呢我觉得没有太大的差距，更多的是色彩的偏好。但是在实物的拍摄上，我感觉一加 13T 还要更讨喜一点不过这些呢都可以通过更换滤镜来解决。长焦上一加 13T 是直立长焦，而 vivo X200 Pro Mini 则是潜望长焦，支持微距拍摄，最高支持10倍的光学变焦。一加 13T 虽然日常够用但是 vivo X200 Pro Mini 就是比较全面了。夜晚的主摄能力方面，由于底之间的差距还是 vivo X200 Pro Mini 要更好一些，并且蔡司镀膜呢可以有效的防鬼影，但是眩光问题呢或多或少的还是会遇到的。在长焦的拍摄上 vivo X200 Pro Mini 表现的要更好，尤其是10倍的光壁这确实有点猛了就影像环节而言我个人觉得一加 13T 的日常拍摄呢拍人还是完全够用的，可惜没有普及哈苏影调而 vivo X200 Pro Mini 在小屏机当中确实拍照较为全面。系统方面呢 Orange OS 5的稳定性以及系统动画一直保持的都还行，但是 ColorOS 15自从更新之后稳定性提升很多，尤其是超舒适的动画效果没事就盘一盘就挺解压的。易用性方面 Orange OS 自定义性很强，但是需要一点学习成本，而 ColorOS 主打的就是简洁明了，我个人呢还是倾向于后者。相信看到这里大家应该都有了自己的答案。作为2025年小屏手机vivo X200 Pro Mini 有点像偏壳身，影像确实很强，但是游戏的性能调度方面较为保守。作为 Pro 呢，有很多硬件参数也并不 Pro。一加 13T 呢则是相反，除了影像，更多关注的是手机的痛点问题，例如续航、发热、游戏性能。虽然有些硬件参数也不是很完美但是这一切的一切还是要看售价。一加 13T 目前国补后是2899元 ，vivo X200 Pro Mini 国补后是3999元，同配置价差1000多。如果让我选的话，我还是更推荐性价比更高的一加 13T。这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希望给小伙伴们在选择的时候带来一些帮助。我们下期视频再见。